在九幽之下存在着神话之中的地方，那就是地府。地府可以说是我们从小耳目共染，各种有关于它的传说络绎不绝。阎王、黑白无常、牛头马面等一些地府之中的神仙，我们是比较熟悉的了，而我们也非常好奇这种未知的东西，毕竟是流传了数千年的神话。但是说起地府之中真正的王是谁，绝大多数人可能会说阎王爷。在神话体系中，阎王真的是地府的老大吗？我们今天来探讨一下。地府之中最低级的存在，无非就是些孤魂野鬼等，他们有的神志模糊，有的神志清楚，有些犯过大罪的人都在18层地狱还上一辈子欠下的债，普通的鬼魂就是在等待投胎，而再往上一阶就是鬼兵鬼将之类的，他们的存在就是维持着地府之中的秩序。这一类不能算是神仙，这一级再往上就可以步入仙班了，他们就是鬼差。牛头马面、黑白无常，我们大家都是比较熟悉的，他们的作用去人间带走阳寿已尽的人或妖。孙悟空刚从菩提祖师那里下山，就被黑白无常带到了阴曹地府，这也能看出鬼差是有一定修为的。而十殿阎王就是处于鬼差的上面，也是影视剧之中经常出现的角色，阎王爷就是其中之一。他们负责大大小小地府或者阳间的事务，算是文职之类的，作用其实和玉帝差不多。玉帝之上有太上老君、三清四御等，这些真正的大佬们自然不想管理那么多事情，所以只好把这权力交给一个人，让他来帮忙打理。天庭就是玉帝，地府就是阎王。不过论官级来说，阎王是没有玉帝大的，阎王在往上就是五方鬼帝，说是五方，但他们总共是有9人，镇守着阳间与阴间的入口，他们的权力非常之大，而且只听一人命令，就算是玉皇大帝来了也指挥不动他们。接下来就说一说地府之中真正的鬼帝帝王，他就是酆都大帝，相信大家都对于这个名字非常熟悉。在很久以前，其实地府不叫地府，它的真正名字是酆都，而酆都大帝彻彻底底就是地府中的王。酆都大帝其实就是阎王的顶头上司，掌管地府一切的存在，相当于天庭中的玉帝，而实力可要比玉帝厉害多了。下面我们来说一说关于他的传说。酆都大帝又称北阴大帝，而他的起源比阎王要早很多，以前的人们供奉的都是酆都大帝，而近些年大部分供奉的阎王，有许多古书记载，人死后不是去地府的，而是酆都。现在地府的说法就是酆都的演化，而且现实中也有酆都这个地方哦。在重庆市下游酆都县的长江北岸，就坐落着一座神秘的酆都城，也叫酆都鬼城，而里面有许多地府里类似的建筑，比如奈何桥之类的。这个地方也有许多人认识是鬼门，也有传说称在酆都县的下方就是真正的酆都，而酆都大帝就是里面的王。下面我们来说说酆都大帝为什么这厉害，玉帝和如来也不是他的对手呢？第一就是酆都大帝的起源比较早，他是冥界的帝王，天下鬼魂为他所用。上面我们说了，世间分为3界，地府的鬼魂酆都大帝可以用吧，而还有人界也可以，因为人死后也会去酆都大帝之下，所以说酆都大帝是间接性的控制了2界，论实力比天庭厉害多了。天庭怎么补充实力呢？就是修炼，人界100万人中能有一个当神仙吗？所以跟酆都大帝简直不成正比。酆都大帝还有个传闻，他的前身是英雄神农，而神农是什么人物？大家千万不要以为他就是个医生，其实神农的另一个名字就是炎帝。说起炎帝那可就厉害了，天地初开之际，那是大帝之一，那时候估计还没有玉帝佛祖呢，曾经和皇帝一起打败了蚩尤，我们也成为炎黄子孙，你可想而知。估计玉帝见了他的面都要叫一声前辈吧，和三清见了面估计也是平起平坐的人物。为什么三清也怕他？虽说三清和炎帝他们不是一个文化里面的，但是如果真拿来比较，谁强谁弱还真的说不准。
如果丰都大帝真想要攻打天庭，天庭还不一定真能挡得住。他统治着地府中的一切，论辈分和玉帝不相上下，甚至有可能还要高一点，而实力也是非常厉害，掌控生死规则，而地府的创建者后土，所以实力自然非常强悍。说起丰都大帝，就不得不提他一个技能，那就是生死。他可以直接运用天地的生死规则，施加在每一个人甚至神仙身上。除了这个，他还掌管着天地间的财运、命运等等小规则。为什么说他比玉皇大帝还厉害？你知道吗？玉皇大帝为了牵制地府，动用了4御之一的东岳大帝，他们这做就是怕地府脱离天庭的掌控。大家知道地狱吗？地狱和地府是2个不同的地方，比如民间流传的18层地狱，这些地方就在丰都大帝居住的下面。丰都大帝不仅掌管地府，还掌管着不同的地狱。传说丰都大帝掌管的地狱多达36个。至于为什么地府比天庭要厉害呢？之前我们说过，地府之中生灵众多，孤魂野鬼的数量甚至超过了人间和天界的总和。这么多人，这么大的地方，自然需要非常多神职或者阴兵的管理。如果说天庭的天兵天将多达50万人，那么地府的阴兵鬼将最少是他们的3倍。虽然实力差别大，但是俗话说难敌4手，遇到这么多的阴兵，天兵们自然是打不过的。再往上一层说，地府的鬼差数量也比天庭中等神仙要多，牛头马面黑白无常，这是我们熟知的。其实地府鬼差并不是这4人，如果地府就4个鬼差，天地间生灵死亡那么多，他们4个怎么忙得过来？地府再往上走有5方鬼帝、十殿阎王等等，再往上还有丰都大帝。这么来看，地府顶尖实力的确要败给天庭，但是地府中还有一位神仙，在3界中也不常露面，他甚至比丰都大帝还要厉害，也有可能他是丰都大帝的师傅。他就是地府的创建者后土娘娘。后土已经属于上古人物了，他是第一个感悟透生死之人，所以他创建了6道轮回。丰都大帝也掌握生死，所以很有可能丰都大帝是后土娘娘的徒弟。这种上古大神出马，天庭拿什么来挡？对于东方传说中的地狱，我们更清楚的地狱之主一般被称为阎罗王。那么这个阎王和丰都大帝又有着怎么的关系呢？既然都是掌管地狱的神灵，两者的区别在哪里呢？其实还是很好区分的。阎王原型为印度神话中的阎魔王，在早期佛教和印度教神话中，阎王是冥界唯一的王，所以2个属于不同的宗教系统之中，阎王是佛教中地狱的主宰，而丰都大帝则是道教中的地狱之神。而道教是我国的传统宗教，所以说丰都大帝才是真正的本土的地狱神灵。而在道教中也是有阎王的，是阎罗王归为其中一位的十殿阎王。结合民间传说，将其与历史人物结合的说法在民间广为传扬，佛教也将十殿阎王概念吸收，由此佛教神话中阎罗王冥界之王的神职被剥夺，佛教的阎罗王也成了和道教一样由北宋包拯担任的地府第5殿殿主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，喜欢请订阅、点赞、转发，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